婚多年的女人突然发现闺蜜的儿子居然长得这么英俊，内心瞬间萌生一种奇妙的想法。于是，在两人简单的认识后，男孩撒娇地靠在女人的身旁。他们虽然相差30来岁，但彼此之间的交谈仿佛并没有跨过年龄的鸿沟。然而，就在两人从陌生到熟悉之时，这个浪荡的富家少爷竟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 ：“Kiss me。”这就是改编自克莱特所著作的争议小说《谢丽》，她叫莉亚，一位49岁的优雅贵妇，却拥有着如少女般的曼妙身姿。她脸上那淡淡的岁月痕迹，更增添了她成熟而迷人的气质。就是这样一位魅力四溢的女人，却意外被一位年仅19岁的男孩所吸引。在长达6年的恋情中，莉亚不仅为他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更在精神上给予了他无尽的关爱。然而，这段跨越年龄界限的恋情，最终却以悲剧收场。19世纪巴黎的街头弥漫着繁华与堕落的气息，在这个五光十色的社交圈中，40多岁的莉亚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中心。她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回眸，都能轻易迷倒众生。无论是历经沧桑的老者，还是风华正茂的公子哥，都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莉亚开始感到力不从心。她发现自己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轻易地迷倒众人，心中的失落感与日俱增。于是，她决定告别这个繁华的交际舞台。与此同时，莉亚的闺蜜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她也曾是一位风华绝代的美人，与多位欧洲君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当年抢走了莉亚身边不少追求者。然而如今她的报应来临了，臃肿的身体和松弛的肌肤使得她与同龄的莉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她19岁的儿子谢里也紧随自己的后尘，每天出入各种高级场所，沉迷于胭脂花丛，荒淫无度，这让母亲对儿子的未来深感忧虑。于是她决定让莉亚来管教谢里，希望能帮助他走上正途。可一开始，莉亚有些犹豫，打算拒绝这个请求。但当她看到谢丽时，她的想法瞬间改变了。多年未见，那个曾经的小男孩已经蜕变成了一位英俊的美少年。他的面容令中年女人如此着迷，一见面，男孩就热情地扑向莉亚，撒娇的样子让人忍不住心生喜爱。而莉亚也被他的魅力所吸引，情不自禁地邀请他一同前往郊外居住一段时间。看着两人相处得如此融洽，闺蜜瞬间躲避了两人中间，并且相信莉亚有能力引导谢丽走向正确的道路。可在这温暖而又静谧的花园中，两人的对话渐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莉亚不由自主地抚摸起了谢丽的脸庞，她的指尖在少年肌肤上轻轻划过，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柔。而谢丽同样无法抗拒这种风情万种的女人。两人轻聊着那些不经意的话题，然后在漫不经心时，男孩试探地提出了个大胆的要求 ：“Kiss me, kiss me。”莉亚微微一愣，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然后不由自主地吻了上去。然而就在吻落之际，莉亚突然惊醒，脸上的惊慌与失措如同潮水般涌来，这是她在情场混迹多年后从未体验过的感触。What? Oh, you think I've never kissed a handsome mouth before? You think that's going to make me lose control? I mean, even if we were to, not that I can see that happening. Well, you raised the subject. 面对男孩所回答的话，她的心跳加速，紧张的同时也略带生气，仿佛无法承受这种突如其来的情感冲击。于是她迅速拉开了与谢丽的距离，深吸了一口气，试图平复内心的波澜。而谢丽只是静静地打开了窗户，让浓郁的花香弥漫了整个房间。接着她又转过身，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深沉与坚定。Come here. 在那一刹那，莉亚心中所有的矜持和防线都瞬间崩溃。她清楚自己的举动充满了风险，但她却无法抗拒。不久后，莉亚便邀请谢丽搬进了她郊外的豪华府邸。原本她只打算让这个夏天成为一段短暂的放纵，但谁曾想这一住便是6年。起初她牢记着闺蜜的嘱托，特意为谢丽请了拳击教练，希望她能改变堕落的习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莉亚渐渐发现谢丽的性格就像一块晶莹剔透的水晶，既璀璨夺目又容易破碎。在她那张苍白且又俊美的脸庞，总是带着少许的稚嫩气，可她的眼里则常年笼罩着一层难以捉摸的迷雾，既迷茫又脆弱。但就是这种神秘气质，却让莉亚深深地爱上了她。莉亚的成熟风情与谢丽的年轻脆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却又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爱情如同花园中的花朵一样，既绚烂又充满生机。当谢丽向她索要最珍贵的珠宝时，她毫不犹豫地给予相赠。她也还会像母亲般为她讲述人生的哲理，用温柔的声音和慈祥的目光陪伴她成长。每当夜幕降临，两人便依偎在一起，共度每一个甜蜜的夜晚。就这样，6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谢丽在莉亚的影响下，逐渐改掉了许多不良习惯，变得越来越有绅士风度。而这种难以想象的生活，甚至连莉亚的仆人们都感到惊讶，因为在他们看来，从来没有人能像谢丽这样在莉亚身边长久地待下去。然而这段禁忌之恋终究无法逃脱现实的束缚。
谢丽的母亲终将为她安排合适的婚姻。在一个慵懒的下午，大家在一起闲聊时，一位熟悉的老同行带着他的女儿贝拉来访。贝拉看起来有些羞涩，同时很少开口说话，但莉亚的闺蜜却对母女俩异常热情，也不断的催促谢丽送贝拉回家。而当其他人走后，谢丽的母亲转向莉亚，眼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她表示这些年对谢丽的管教非常满意。然而这时，闺蜜却透露了她想要一个孙子的愿望，并且已经和贝拉家达成共识，下个月就要为两人举办婚礼。更令人震惊的是，谢丽竟然也同意了这门婚事。此时莉亚感到心如刀绞，她无法想象自己全心全意宠爱的男人竟然要结婚了，而自己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此事的人。她努力控制着情绪，试图保持冷静，但内心却充满了痛苦和不舍。她不明白为什么谢丽没有告诉她这个消息，为什么她要背叛他们的爱情。在这个瞬间，莉亚感到自己的世界彻底崩塌。于是两人在回家的途中一句话都没有说，仿佛都心照不宣面对此事。但最终莉亚还是忍不住问他 You and your mother have been cooking this up for months. Why are you giving me a hard time? Because you're a coward. 在这微妙的氛围中，谢丽如同一个犯错的小孩，不敢正视女人的双眼。此时莉亚又问道，那个女孩身价多少？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出了大约150万。而莉亚则略带讽刺地说她这次赚大，但男孩表示自己的价值远超过150万，只是介于无法反抗母亲的决定。 How much do you think you've saved while I've been paying for everything? 50,000 a year? 60? Multiply by 6. Haven't I been worth it? 话语刚落，谢丽又以孩子般的依恋扑入莉亚的怀抱，刹那的亲近似乎又触动了莉亚内心深处的母爱之情。她用柔和的声音嘱咐谢丽要珍惜与妻子的关系，呵护家庭，成为一个称职的丈夫。然而谢丽的脸上却露出了担忧之色，她反问道，那等我走后你一个人会怎么办？ What do you mean? What am I going to do now? 而到了第二天，谢丽又一次向莉亚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面对男孩的担忧，莉亚深吸了一口气，她终于承认与谢丽之间的羁绊比任何人都要深厚，并且从未如此投入过这么多的精力。而今，谢丽终于要离开了，也终于能够释放自己，去体验那份久违的单身自由。 You're to be kind to her. Do you hear me? Don't make her suffer. Mine is over. That's not what I want. Oh, I'm afraid from now on what you want has very little to do with anything. 莉亚的语气出奇的平静，仿佛她已经无数次的结束了感情纠葛，没有一丝波澜。但当她凝视着谢丽那张充满悲伤的脸庞时，内心的痛苦如同被割裂一般。于是宠爱的为谢丽挑选一份特别的礼物，当做她新婚的祝福。然而，无论这颗珍珠领扣多么耀眼，都无法驱散谢丽内心的阴霾。即使她的新娘芳龄19岁，冷艳的如同一个没有情感的洋娃娃，却依然无法填补她内心的空缺。而就在当天，莉亚也为自己选购了一枚绿宝石戒指，那枚宝石的中央有一道裂痕，仿佛是她心碎的象征。她从未想过自己会为一个男人陷入爱河，更未曾料到会为这个男人流下痛苦的泪水。如今，她只能将这份痛苦与爱意深埋心底，默默承受。而在深夜的寂静中，莉亚恍惚中再次出现了谢丽离去的身影。她痛苦地从梦中惊醒，大声呼唤着那个男人的名字 Sherry! 而此后对两人而言，每天都像是一种煎熬。谢丽坐在前往度蜜月的火车上，心中却满是莉亚的影子。他不愿多看妻子一眼，甚至连新婚之夜也刻薄的像交作业般冷漠无情。而莉亚也无法从谢丽的离去中解脱出来，最终她选择了不辞而别，回到了那片充满生机的猎场。但这次，她只是为了寻求心灵上的安慰的。一段时间过去，蜜月结束后的谢丽急切地回到家，她看到了莉亚寄给母亲的信，信中描述了她似乎过得非常潇洒，甚至有了新的恋人。然而这封信却如同烈火一般，彻底点燃了谢丽心中的妒忌之情。为了探寻莉亚的真相，他假装邀请妻子一同参观他们的婚房，却在途中刻意的撇下了她，然后独自前往莉亚的住所。可就连他家中的仆人也无法明确莉亚的行踪。此时，谢丽联想到莉亚可能真的有了新欢时，她的心如死灰般沉寂。她终于深刻意识到自己原来如此需要莉亚。与此同时，被谢丽冷落的妻子也渐渐明白，丈夫的心从未真正属于过她。于是她崩溃地向丈夫咆哮 I hate you! You don't love me. You never loved me. Hardly even when I exist, you're a degenerate. All you ever think about is that old woman. 经过那场激烈的争吵，谢丽选择回到了声色犬马的生活，重新与她的狐朋狗友纠缠不清。她
他眼中似乎只在乎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试图在她们身上寻找莉亚的感觉。同时每当深夜，他都会守候在莉亚家的楼下，尽管面容憔悴，却依旧不肯回家，坚守着那份执着的等待。他甚至不惜在附近租下一间酒店。当朋友好奇地问他要住多久时，他只是默默地回答 Let's just take it one day at a time, shall we? 母亲看着儿子再次陷入堕落，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担忧。与此同时，莉亚原本以为新的恋情能够让她忘记谢丽，但她很快发现，有些人，有些事是永远无法替代的。直到一封来自闺蜜的信，她才了解到谢丽与妻子闹翻并已搬出家的事实。得知这一消息，莉亚的心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于是她决定当晚就返回了巴黎。当谢丽看到莉亚家的灯光再次亮起时，她的心中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希望，仿佛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方向，整个人焕发出新的活力。随后在第二天清晨，谢丽满怀诚意地准备了一车礼物，用来答谢妻子这段时间的包容和理解。最终，夫妻两人破镜重圆。然而当莉亚从闺蜜口中得知谢丽已经回归家庭时，她的心中却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失落感。原本以为谢丽已经做好了离婚的准备，却没想到那个男人竟在她和妻子之间游走，这让她感到既惊讶又失望。可就在送走闺蜜的那天晚上，谢丽终于忍不住闯入了莉亚的家里，原本平静的局面也在此时瞬间被打破。随后她拿起那颗戒指，质问莉亚的新欢到底是谁，但随着情绪的波动，她不禁开始抽泣起来，而莉亚则紧紧地将她搂在怀里，试图抚平她内心的创伤。在这个过程中，莉亚只是轻声问了一句话 Susan, do you love me? Yes. 莉亚在安抚了谢丽的情绪后，决定为两人策划一场私奔。她计划好了所有的细节，只等谢丽点头同意。然而当第二天清晨，谢丽透过房间的门窗看到莉亚真实衰老的面容时，她开始退缩了，随后犹豫着告诉莉亚，她并不想离开自己的妻子。而女人听到这个回答瞬间愣住了，她忍不住用恶毒的语言攻击谢丽的妻子，说她是交际花的女儿，早晚也会展示放荡的一面。然而这样的攻击却让谢丽更加愤怒，她责备莉亚的溺爱让她成为了一个只会索取的孩子，又斥责莉亚将美好的形象毁于一旦。 Even last night you said you hoped I hadn't done something cruel. You're above all that! 直到此时，莉亚才彻底明白，谢丽从未真正爱过她。他们在一起的6年，只是因为莉亚无私的付出和给予，从未要求过回报，满足了谢丽所有的需求。然而，当莉亚提出私奔，想要完全占据她的生活时，谢丽却感到了失望和委屈。意识到这一点后，莉亚心中充满了懊悔和自责。她立刻向谢丽道歉，希望能弥补过去的错误，然后黯然神伤地表示自己已然衰老，而她却有更好的未来和选择。 Forgive me. I loved you as if we were going to die the same day. I carried you in my heart for such a long time. I forgot you were going to have to carry your own burdens. A young wife, perhaps even a child. And so, you're going to suffer. You're going to miss me. And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ry to find enough wisdom and tolerance not to cause suffering to others. You must go. I love you, but it's too late. So get dressed and go away now. 在说完这些话后，他用一吻表达了最后的告别。随后遭受了沉重打击的谢丽步履蹒跚地离开了莉亚的家，她的背影透露出深深的痛苦和迷茫，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与此同时，莉亚静静地倚在窗前，她的目光紧紧追随着谢丽的离去。可在这时，她敏锐发现了谢丽那迟疑而又凝重的转身， He's going to come back. 仿佛内心深处经历着激烈的挣扎。然而谢丽在短暂的犹豫后，又重新戴上了帽子，毅然决然地向前走去。这一刻，莉亚终于明白，谢丽已经无法再回头了，而她的世界也将因此变得灰暗无光。随后，莉亚缓缓坐在镜子前，用疲倦而痛苦的眼神审视着自己那张布满皱纹、年老色衰的脸。她逐渐从那段深深的哀恋中清醒过来，然而清醒后便是更加无法忍受的痛苦。直到很多年后，谢丽才逐渐明白，莉亚才是她生命中无可替代的爱人。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在捉弄着她，让她始终无法解开内心的束缚。于是，在痛苦与挣扎中，她最终选择了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让这段凄美尘世的爱情以悲剧收场。至此，这部影片进入尾声。
也许电影中最动人的浪漫，就在于他将那份看似纯洁无瑕的爱恋推向了矛盾的深渊。在这里，人性与社会背景相互碰撞，犹如一曲渐入高潮的交响曲，最终却以戛然而止的方式落幕，留下的是深深的空虚与怅然若失。这种情感的落差，让观众在感慨之余，更对爱情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爱情确实美丽，但过度崇尚它，可能使自己沦为它的囚徒。无论年轻或年老，我们都可能陷入这样的境地。爱情中的力量拉锯太玄妙了，的确，在任何一个时代，仅凭理想主义行事，往往难以找到出路。许多故事，包括那些充满爱情的故事，往往以悲剧收场。好了，我是阿涛，咱们下期接着讲。